有清一代反清复明的口号在《鹿鼎记》的加持下几乎人尽皆知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在明朝也有人要反明复原，发起者竟是明代皇室宗亲，史称朱冲卓之乱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朱冲卓是朱元璋第13子，代王朱贵的六世孙。他虽然没能承袭代王的爵位，但仍按制被封为奉国将军，按例每年可领禄米600担。那么朱冲卓为何要吃自家的米，还砸自家的锅呢？导火索是一场明目张胆的抢劫案。嘉靖24年，朱冲卓等人公然劫夺知府行李，此事经大同巡抚詹荣上奏朝廷，以致朱冲卓受到剥夺禄米的处罚。对于朱冲卓而言，这样的处罚属实重了。加之同宗亲王朱冲耀没有替他求情，于是他便怀恨在心，开始策划联合蒙古人反叛明朝。罚了禄米就要反叛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？大明最显贵的一干皇室宗亲可不这么觉得。明朝历来遵从朱元璋皇民祖训，奉行亲亲之义，对宗室犯罪一向宽大处理，只要不犯重罪，几乎不会被罚禄米。那么，抢了知府行李的朱冲卓算重罪吗？为什么会被嘉靖帝处以重罚？况且朱冲卓作为宗室中人，承爵未享实禄，又为何要行抢夺之举呢？归根结底，一切还得从成祖朱棣开始说起。因为朱棣是藩王起兵登基，人总是拿自己做过的事怀疑别人，朱棣也怕后世子孙有样学样，于是极力限制宗室权力。尤其到了宣德年间，经汉王朱高煦造反一事，藩王更受忌惮，从而形成所谓的藩禁政策。藩禁政策要求宗藩不得参政出仕，不得自设属吏，不得私蓄军队，不得善事他业，无诏不入京，二王不相见。宗室逐渐沦为朝廷圈养的猪，除了吃饭生孩子，别的什么都做不了。明朝中后期，随着宗室人口膨胀，禄米数额急剧增加，以至于地方财力甚至无法正常供给宗室实禄，拖欠宗禄成为常态。尤其对于中下层宗室而言，禄米不能正常发放，全家生活便难以为继。在上奏无果的情况下，有的宗室悟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，他们不是要自己种地，而是自己动手抢粮食。代藩所在的山西属于宗室人口较多的地区，其中就有代晋沈3大府。山西土地贫瘠，养不起太多人，原本不宜分封过多藩王，但这地方对于抗议蒙古人有着重要意义，所以分封就成了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。宗室增加，但土地产量没有增加，造成的结果就是宗室和地方矛盾激化。正德9年，山西省藩的辅国将军朱勋欧等人就因为地方衙门拖欠宗禄，屡次率众去粮仓明抢，甚至殴打官吏。由此来看，作为朱冲卓之乱导火索的抢劫案便不足为奇。在整个藩府都禄米不济的情况下，作为奉国将军的朱冲卓自然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宗室亲自动手抢米兵不是稀罕事，他既敢公然劫夺地方知府，必定是倚仗着自认为合理的由头，那便是宗室坐享实禄的正当权利。结果适得其反，想必朱冲卓也没有料到，此事恰恰导致自己被罚没岁禄。这对于中下层宗室而言，无疑是断绝了整年的生活来源。按照皇明祖训规定，宗亲犯法由皇帝自决，除了谋逆之外，通常会重罪轻罚，而且再怎么罚，也不至于不让你吃饭。老朱对于让儿孙吃饱饭这件事是很执念的，所以朱冲卓可以说是遭受重罚，以致心生怨怼，遂图谋逆。其实到了明代中期，由供养宗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十分严重，不仅存在抢夺的情况，宗室冒领禄粮的也比比皆是。嘉靖帝也有意压制日益猖獗的宗室犯罪问题，才会给朱冲卓一个重罚。只是宗藩制度积重难返，宗室不体谅朝廷的难处，甚至引发了更严重的危机。朱冲卓所在的代藩地处北方边防重镇，紧邻鞑靼蒙古，而地方财政连供养宗室实禄都成问题，那边军的粮饷供给可想而知。在军饷窘迫的情况下，军中人心涣散。嘉靖3年和嘉靖12年曾发生2次规模较大的兵变，加之该地无天险可据，易攻难守，在蒙古骑兵屡屡进犯抢掠的情况下，普通军民为求自保，便轻易叛敌，投靠鞑靼者数以万计。除了边防危机外，
这里还是白莲教在漠北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。教众为反抗明朝统治，不仅频频勾结鞑靼骚扰边境，还潜伏本土煽动内乱。在后来的朱冲卓之乱中，白莲教众就是乱党里的核心势力。鉴于北方鞑靼屡次南犯，朱冲卓因劫掠之事获罪受罚后，怀恨在心的他便产生借鞑靼之力攻取大同，谋求自身富贵的想法。当他说出这样的谋逆之言后，在场诸人非但没有劝解阻止，反而随声附和，为其出谋划策。尤其是朱冲卓麾下的李继、张怀等人，因他们本就是潜伏在此的白莲教徒，得知朱冲卓的想法后，便拉拢其他教众入伙。教首罗廷喜更是成了朱冲卓的军师。在白莲教的推波助澜下，朱冲卓联合同藩的朱冲耿、朱俊同等众多宗室人员，正式开始联盟攻明的行动。在他们的计划中，前期行动主要有2步：一是放火烧毁大同草场，二是物色合适人选联络鞑靼。嘉靖24年5月，朱冲卓等人的放火计划得以实施。随即，他们又派遣魏凤北上，与鞑靼部族取得联系。魏凤此人本身就是叛民，曾多次潜出北境，不仅熟悉路线，而且通晓蒙语。魏凤此次潜出边境后，和鞑靼小王子部下的察哈尔接洽，达成里应外合的约定。魏凤返回大同后，朱冲卓加快部署，为了替自己通敌谋反的行径找一个合理合法的借口，他还命人撰写表文，妄言元明两朝达成所谓的金匮之盟，竟称明朝借元祖江山社稷150余年，必属复议，大元继位。好家伙，这是生怕朱元璋的棺材板盖不上啊！他同时还表示，明朝为了阻止蒙古还朝，意欲征伐北国，示意鞑靼小王子迅速出兵。7月，魏凤再次带着这份表文和约定物资北上。就在魏凤顺利出关的第2天，大同总兵官周尚文的亲信周宪等人巡视到此，听边关守军提起出关的魏凤一行后，心生怀疑，于是启程直追，顺利将其擒获。宣大总督温万达在确定了朱冲卓等人的谋反事实后，便派人悄悄通知代王朱冲耀，让其扣押朱冲卓。同时，温万达还调兵入城，以威慑其他宗室之人，并宣布戒严，让边关将士警惕鞑靼小王子突袭。8月，鞑靼数万骑兵果然朝着大同而来，并攻下博歌谷，博歌谷守军全军覆没。所幸在温万达、周尚文等人的率领下，其他民军继续抵抗，迫使鞑靼退兵。从始至终，朱冲卓之乱并非真正意在反明复原，而是在窘迫的情势下，想要借助邻近的鞑靼势力来谋图私利。不过，在明朝以往的宗室叛乱中，起事者多是想学朱棣染指皇位，像朱冲卓这种因实录被罚而邀敌入境的情况，确实是头一回。估计嘉靖帝在京城听到这情况也有些无语。在朱冲卓之乱中，非宗室人员自然是依法严惩，从直接参与谋反之人，到窝藏逃犯之人，盘查不严的守军，辅导不力的王府官员，知情不报的亲属，皆难逃罪责。如其中白莲教的领导人物罗廷喜、次仲泰2人死后皆被错失，而宗室重犯则需由嘉靖帝亲自定夺。按照祖训，对于宗藩犯罪的情况，向来是重罪轻罚，轻罪不罚。不过，鉴于朱冲卓等人犯的是谋逆大罪，最终嘉靖下旨将朱冲卓等8名宗室处决。不过，在朱冲卓之乱后，因宗路问题引发的宗室犯罪仍未杜绝，甚至是愈演愈烈。比如嘉靖37年，山西宁化王府宗室就因所录未果，继而围攻布政司衙门，甚至打伤左部正使刘望志。嘉靖44年，代藩广陵王府宗室将军又纠集众人，向大同府索要禄粮，知府不肯给，便被宗室狠狠羞辱了一番。不知道嘉靖帝被这帮不省心的亲戚烦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有没有责怪过自己的太祖爷爷朱元璋？不过宗室问题在嘉靖时期尚能维持，到了明朝后期，几十万之巨的宗室数量直接拖垮了明朝财政，导致王朝被铸成了一具纸糊的空架子，被后来起兵的李自成一戳就散架了。